稳度在节气的都不行。哇，这用行动证明肌肤收的。注意看，一个眨眼的功夫，老外就被打得躺尸擂台嗷嗷乱叫。这个把老外打躺尸的中国人叫杨华，来自陕西宝鸡市，98年的人，从塔沟武校毕业以后就喜欢上了搏击，10岁习武，16岁开始登上擂台打比赛，23岁成功拿到武林风60公斤金腰带。所迎战的老外几乎都是被打断肋骨，打出的重拳与催泪专家魏宁辉十分相似，基本上都是招招致命。尤其是日本选手，只要遇到杨华，必须要在赛前准备好5辆救护车，不然被打死在擂台上可不许怪杨华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杨华是如何暴揍日本选手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日本选手叫翔也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，赛前提前准备了3辆救护车，不是害怕杨华重拳出击，而是畏惧杨华出拳出腿没有轻重，万一失误造成擂台事故，遭殃的可就是日本选手了。自己也说第一次碰到比自己矮的这样的运动员。杨华17，臂展170，杰本翔也的身高160，臂展159。不要担心了，比你矮的真不多，因为咱俩的个子都不高。我打了这么多年，才遇到2个比我矮的，一个是阿莫拉尼，一个是吴东颂，一个给了我一个读秒。所以说，个子比你矮的，你就要知道对方的强项可能会是哪些呢？那就是在中近距离的重炮、重拳。我们看到，你看，杰本翔也并不慌。别看日本拳王个子不高，进攻攻势还真不小。利用连续的拳法进攻，逼得杨华不得不转移位置。找到机会的杨华直接发起猛攻，一连串进攻打得日本拳王彻底蒙圈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杰本翔也并没有把节奏太变换，让这个杨华抓到了机会，漂亮，是漂亮。哎，这个真的按照杨华既定的战术走了。他们赛前研究。被读秒的日本拳王怎么都想不到，杨华的爆发力竟然有如此之高。反观杨华却表现得十分轻松，看来今天杨华是吃定他了。一个节奏往里进，那怎么能够不抓你？漂亮，漂亮，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还要给一次机会吗？只能不能够连续的袭击，不能够连续。杨华频繁使用连续袭击，被裁判警告了一次。不过这一次警告还不足以让杨华放弃进攻。这个日本拳王真的是被吓坏了，甚至连站都站不稳。得走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再定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当然，我希望你定在那个地方啊！漂亮，漂亮！一个高扫差一点打到杨华，杨华仍然是提膝，知道对方的这个肚子的防守并没有那么严密，是仍然提膝，顶膝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个杰本翔也没有移动，知道吧？他没有步伐，对，就像是一个这个泰式的踢打一样，漂亮。刚才在拼，杨华的进攻攻势太过凶猛，攻防兼备的杨华也被称为是下一个坦克邱建良。毕竟杨华的打法与邱建良极为相似，能攻能防的同时还可以打出很多有效进攻。在杨华面前，日本拳王翔也显得特别不堪一击，甚至可以担任杨华平时训练所使用的沙袋，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着自己的进攻，没被打乱。漂亮。我们看到杨华看到了这个对手的手拿的比较低，看杰本翔也看到对方一个高扫从自己的耳朵边溜过，马上把手拿起来了。哇塞！看能不能倒计时了。抓手拿高，手拿高。很明显，杰本翔也是中近距离的重拳。是，漂亮。第2回合的比赛，冲天炮杨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不知道日本选手是吃了多少雄心豹子胆，竟然还敢对杨华发起主动进攻。持续的步伐逼近根本没有给杨华造成威胁，而且杨华还可以在后撤期间对日本选手做出相应的限制动作。我的这个中近距离冲，傻瓜才不会去迎击你的这个肚子或者是飞膝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杨华就应该这样，推着，突然之间来个飞膝，是，突然之间来个顶膝就可以了，只要不让他进入到中近。对，进入到中近就抱头提膝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推开，再来膝，推开飞膝，推开飞膝，不要等了，不要等，漂亮，打肚子打脸，对，那再坚决一些。对。漂亮！哇，杰本翔也的底噪很重啊。面对日本选手的拳打脚踢，杨华依然可以做出很多的有效进攻，打出的每一拳每一脚都可以刻入日本选手的骨髓。很多搏击选手都说日本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很强，从这一点就可以出，翔也的抗击打能力并不是一般的强，结果还是顶不住杨华一系列针对性进攻，最终被一记膝撞击倒了。
漂亮！啊，一个读秒。对，这就是身高的问题。日本选手站起来，马上向教练点个头，我 OK。他真的 OK 吗？还是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至少要利用这8秒钟。是。直接飞膝，不要等了。赛季说，直接飞膝。杨华可以再坚决果断一些。直接中远飞膝。一个虚晃，直接飞膝。直接飞膝。啊，梁老师等的都有点着急了。直接飞膝，对，不要这么打了，直接飞膝，对方还在晕呢。是。一个跳膝。漂亮！你知道以前有一个选手叫做方面的徒弟啊，漂亮漂亮，拳法。杨华遭到警告之后，并没有持续使用膝撞，而是在膝撞期间衔接了很多拳法进攻。如此一来，日本选手就算是一个铁板，那也该凹陷进去了一块。飞膝，一个虚晃飞膝，直接飞脸，直接飞脸，直接飞脸。对，触踢，杨华不错，但是能不能来个飞膝啊？飞漂亮！哦，杨华现在在打肚子和打脸，是，他仍然是声东击西，没有打得很实，是这种避实击虚。日本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重拳小心打肚子再打脸，漂亮！哎，小心后脑。对，这个时候杨华一定要小心，一旦进入到比赛即将结束，日本选手挨到的打比小编1年吃饭都多。这个日本选手不仅没有倒下，而且还越打越有劲。不过杨华可不想再和翔野玩下去了，再拖下去，杨华完美的战绩就会变得不完美。本来7战7胜4次 KO 的战绩就足够耀眼，真要是变成8战8胜7次 KO， 就显得 KO 率不是很高。哦，守住，漂亮！前手平勾打中。对，杨华在节奏、在拳法的精准度、在节奏的把控都不错，漂亮，漂亮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这2拳险些把日本拳王的脑髓给打出来。不过这2拳还是不足以让日本拳王投降认输，那就别怪杨华下死手了。漂亮，直接打前也行。总之，不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。对，哇！日本拳王没有投降认输。台下的教练却早一步扔白毛巾投降认输，看来这个日本选手的抗击打能力还真不能小看，打起架来是真不含糊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就算挨打也无所谓。不能够再继续打了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菅本翔也在节奏、技术、拳法的落点没有一点能够占到杨华的便宜。对。我相信此刻，最终杨华凭借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获得了胜利。暴打日本选手是每一位中国选手应该做的事情。大家感觉杨华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杨华的硬气。杨华手中的导弹迟早打在日本小岛上去。